路飞一招霸王色霸气威慑全场，没有被震晕的人见到此场面也懵了，这是啥呀？完全是超越了常识的技能，不用动手轻松干掉5万人，谁能打得过这种人？有些愚人想要临阵脱逃，霍迪的干部隐形人斑马哥冷酷地说：“谁敢当逃兵就干掉谁。”索隆在路飞使用下一次的霸王色之前将他制止，一下子干倒那么多人，别人还怎么玩？难道我们不需要刷经验的吗？5万兵力的愚人族将草帽团包围在中间，霍迪一声令下，愚人们呐喊着围攻过来，路飞一跃而起，3档巨人之枪迎战，这一拳头砸下去，保守估计又有几百个愚人倒地不起了。山治和索隆随即加入战斗，罗宾也立刻响应，一群的愚人族杂兵被干掉。愚人族是单体伤害，草帽团这些人都是群伤。乌索普、布鲁克、娜美、弗兰奇一出招就是打一群人，愚人族不管有多少杂兵也不够他们几个打的。弗兰奇眼前敌人人数太多，正好展示一下新式武器。听说有新武器，乔巴和乌索普的眼睛都亮了，围在弗兰奇的身边，近乎哀求的请求弗兰奇把新武器拿出来给他们用一用。弗兰奇神秘一笑，招呼乔巴和乌索普上船。众人来到船舱里，发现舱底的机械室被弗兰奇改造了一下，原本的0号舱改成了5号和6号舱。弗兰奇将新型武器藏在了4、5号舱内。话不多说，弗兰奇一把拉开了4号舱的舱门，一片宛如数码宝贝进化一般的耀眼光芒从舱内照耀出来。乔巴、乌索普、帕古的眼中被映闪的闪闪发亮，只有娜美在一边面无表情。霍迪趁大家都在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将目标瞄准了人群中最为显眼的白星公主。只见她一招击水打出去，威力等同于导弹的水柱奔向白星的脑袋就飞了过去。突然一阵爆炸声，另一个看不见的招式将霍迪的水柱拦了下来。愚人岛可不止霍迪一个人会使用击水这个招式。单平站在白星公主的前面，沉声喝道：“想取公主的性命，先把我放倒再说。”接着又毫不客气地怒怼霍迪：“你的愚人空手道也只能算是半吊子啊！”愚人族这边的作战方式也是花样百出，眼看人海战术是行不通了，隐形人斑马哥又搞了一大帮手拿乌龟盾牌的杂兵，美其名曰的铁甲部队，还吹牛要把索隆3把刀给撞碎。索隆一看这些人的嚣张气焰太高了，必须要给他们好好上一课，于是用出3刀流黑绳大龙卷，一阵龙卷风吹来，索隆的刀根本没有碰到他们的盾牌，仅用刀锋就把那些所谓的铁甲如砍瓜切菜一般砍成了一块块。龙卷风并没有就此停止，不断的向前卷动，连同周围看热闹的人也被卷入其中，被刀锋撕开了身体和衣服。另有一队愚人把围在身体的泡泡注满空气，提高自己的高度，变成空中部队，由空中直接打击白星公主。地面上，山治被一群海胆愚人包围，如果用肉体硬冲的话，恐怕自己也要吃些苦头。山治默默吸了一口烟，回忆起了在人妖王国马卡巴卡修行的一幕幕。为了躲避那些人妖们日复一日的追捕，山治只能不停地奔跑，不论是晴天、雨天、雪天，山治只能一直跑，不断的奔跑，最终练就了一双非人类一般的强悍的腿。山治用这双腿可以踏着空气而行，上天入地都不是问题，那是比海军的60跃步更厉害的推法。山治将其命名为空中步行，滞空时间几乎可以达到无限。山治利用这一招跳上空中躲开海胆部队，接着用出恶魔风脚，将愚人族海军的空中部队一顿暴踢。远远望去，那闪电般的触角速度加上暴击的声音，如同打雷一般震撼。愚人族的海贼被霍迪彻底逼上了绝路，就算不战而退，也会被霍迪处死，不如硬着头皮和草帽团拼个你死我活。愚人们咆哮着冲向草帽团，路飞和慎平迎面而上，把那些已经暴走的愚人海贼打翻。山治随后从空中跳下来，翻入人群，一顿乱踢，而索隆那边又砍翻了一伙人，挑衅似的看着索隆。二人对视一眼，接着同时冲入人群，一大群愚人海贼瞬间被掀上了天。没有什么比这俩互相竞争更能激起他们士气的事情了。愚人海贼感叹：草帽团实在是太强了。霍迪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，竟敢说人类强，这种灭我威风的话怎么可以说出口？就算人类强，也只能在心里装着，不可以说出来。作为一个合格的愚人，装也要装成最强大的样子。双击鲨鱼带头哥带来了一个火箭炮部队，瞄准了白星公主，准备射击。布鲁克跳了出来，一曲狂欢夜幻想曲送给在座的愚人海贼。愚人海贼团突然感觉眼前一阵喧嚣热闹，无数霓虹灯在眼前闪耀。这里不是战场，这里明明就是热闹的狂欢夜嘉年华。大家的激情被调动起来，随着布鲁克的节奏，将手中的火箭炮当作烟花射向天空。布鲁克趁机冲进人群，一招斩击将愚人的火箭炮部队团灭。愚人海贼继续趁机偷袭白星。罗宾站在白星前面，用花花果实变化出无数的手臂，手臂缠绕在一起，变成2个巨大的美腿，将眼前的愚人海贼们一阵疯狂践踏。愚人海贼立刻派出了剧毒部队。论精神肉搏，没有什么比剧毒更好用了。此时，弗兰奇的新型秘密武器已经准备就绪。弗兰奇特意换了一个酷炫的发型，戴上防风镜，扭动油门，一阵轰鸣之后，桑尼号士兵船坞系统4号舱启动，
弗兰奇骑着一辆炫酷霸气的西型摩托车从4号舱内冲出来，冲入人群中，旋转跳跃不停歇，剧毒部队瞬间变成了炮灰部队，被弗兰奇的钢铁猛兽一顿冲撞，立刻原地解散。弗兰奇将西型摩托停在罗宾面前，炫耀道：“怎么样，帅气吧？”罗宾面无表情，毫无惊讶可言。鱼人海贼挥动狼牙球，准备针对西型摩托进行远程打击。桑尼号士兵船坞系统5号舱启动，万龙坦克亮相，一炮就将鱼人海贼的远程打击部队击垮。在万龙坦克上面负责指挥的正是激动的泪流满面的乔巴司令官。9点钟发现敌军，乌索普熟练的调转炮口，按照乔巴的指令一炮打过去。看热闹的鱼人海贼直接被轰得原地起飞。乔巴和乌索普配合默契，万龙坦克冲入敌军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所向披靡。路飞看得口水狂飙，又是新型摩托车，又是恐龙坦克，这才是男人的浪漫。甚至顾不得战场上的敌人，追着万龙坦克流口水。四周围观的鱼人岛岛民们见到此情此景，瞬间点燃了希望。一个仅有10人的团队，居然根本不把10万鱼人大军放在眼里，甚至还带着玩笑的态度战斗。看来这局差不多稳赢了。群众一阵阵欢呼呐喊，给草帽团加油助威。霍迪一看自己一会儿的这帮鱼人也太废物了，指望他们征服世界，恐怕还没出鱼人岛就折了。没办法，只好召唤出自己的得意王牌海底怪物克拉肯。一只巨型的章鱼从鱼人岛的悬崖后面冒出头来，咆哮着冲入战场。结果来到战场上一看，这海贼船、这草帽，还有那个嘻嘻哈哈的声音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。克拉肯突然想起来不久之前在深海被一群人类海贼暴揍驯服的事情。路飞大声呼唤着克拉肯，克拉肯认出路飞后，立刻转移了立场，将路飞举过头顶，表示友好相处。按照路飞的指示，克拉肯扭头冲进鱼人海贼的阵营中，一阵野蛮冲撞。这一折腾，鱼人海贼的上万兵力估计只剩下几千人苟延残喘了。路飞将克拉肯安排在白星身边，嘱咐他保护好白星，自己随即跳入战场，准备活动筋骨了。士兵看着路飞十分惊讶，没想到他居然连海怪克拉肯都认识，交际圈也太广泛了。乔巴司令指挥万龙坦克在战场上近乎无敌，这玩意儿靠着鱼人海贼那些原始兵器根本打不动，速度又快，炮弹打得又准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，打得鱼人海贼们四处逃窜。霍迪手下的干部红杀鱼人达摩一看，这东西只能智取，不可莽攻，于是跳入地下，迂回到万龙坦克的下面，利用自己强力的下颚将地下咬得千疮百孔，时不时的还冒出头来嘲讽一下乔巴司令。乔巴司令指挥乌索普瞄准，达摩就潜入地下溜走，再从另一个地方钻出来，如此反复，搞得乔巴和乌索普满头大汗。乌索普在坦克舱内气得大骂，突然坦克一阵剧烈晃动，达摩掏空了地下的岩层，挖出了一个陷阱。万龙坦克带着乔巴、乌索普、纳美和帕帕古一起掉入陷阱中。远处的弗兰奇一见事情不妙，赶忙骑着西型摩托车赶来支援，结果一个刹车不及时，也一起掉进了陷阱中。弗兰奇瞬间被激怒，将乔巴等人一个个丢出了陷阱。乔巴不高兴地问：“为什么把战车长赶了出来？”弗兰奇得意一笑，因为接下来要展示的这个超级武器只能容纳一个人。随着弗兰奇一声令下，西型摩托车变形成为一套机甲手臂。紧接着，万龙坦克响应弗兰奇的命令，变成一个带着机器人头部的巨型身躯，两个机甲合二为一。钢铁海贼弗兰奇将军驾到！乌索普和乔巴以及远处的路飞看到这一幕，几乎激动的差一点缺氧晕过去。没想到梦幻般的合体机器人就在身边。弗兰奇在修炼的2年期间，反复研究贝加朋克博士留下的图纸，通过导入形状记忆合金波瓦金属，最终实现了钢铁海贼将贝加朋克尚未完成的构思变成现实。鱼人岛的这些土著们当然看不明白这种高科技的厉害之处，只会无脑冲。弗兰奇将军张开手臂，将包围上来的敌人弹开，接着弗兰奇拔出后背的巨型宝剑，掠夺者之剑，转动身体，360度无死角砍人，最后一招泰山压顶，一连串的大招把鱼人海贼折磨得够呛。鱼人海贼一看这弗兰奇将军不好对付，船长路飞更打不过，只能挑个软柿子捏了。挑来挑去，一眼相中了娜美，单薄弱小女人，正好可以欺负一下。没想到这些鱼人太高估自己了，对于他们这种段位，娜美对付他们也是绰绰有余。魔法天后棒震剑风，一阵飓风吹出，将鱼人海贼掀飞。另一边，红鲨鱼逗比鱼人达摩好像一个土拨鼠一样，在地下疯狂挖洞。乔巴一看这个家伙也太嚣张了，于是用出了自己2年修炼的成果，7种新型变化形态之一犄角强化。2个巨大犄角如同挖掘机一样，帮助乔巴在地下快速掘洞。乔巴在地下找到达摩，将他直接掘了出来，用实力警告达摩，地下岩层并非是他的领域。霍迪看到自己一方越打越占下风，心里想出一个卑鄙的计策，利用海怪克拉肯的兄弟作为威胁，让克拉肯马上干掉白星。霍迪的卑鄙龌龊让路飞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沉下脸来走向霍迪。霍迪的2个左右护法前来阻拦，被山哲和索隆挡了下来。其他杂兵包围过来，路飞开启2档，瞬间消失。下一秒出现的时候，已经跳到了霍迪面前。暴怒的路飞飞出一脚，将霍迪踢飞。
霍迪站起身来，满身伤痕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趁着路飞分神的功夫，霍迪闪现到路飞身边，一招愚人空手道将路飞的脑袋击出。但是路飞是香蕉人，正面挨霍迪一招，毛事没有。可怜的霍迪从来没有听说过武装色霸气是什么，他不会霸气，但是路飞可会。路飞武装色保护住额头，一榔头撞过来，将霍迪引以为豪的绝对防御装甲部队一招击垮。霍迪趁机绕到路飞身后，本以为可以偷袭一下，可路飞见闻色、武装色并用，一个后空击将霍迪狠狠踹在地上。霍迪起身后用击水一招，将无数个带着巨大杀伤力的水柱丢向路飞。路飞左右闪躲，将看似密集的水柱一个一个躲开，然后又是武装色的一拳，将霍迪打得远远的。鱼儿海贼们都惊呆了，原来他们眼中天下无敌的霍迪老大，居然在人类的强者面前如此不堪一击。这些鱼人土著到底还是井底之蛙，鱼人岛外面的强者多如牛毛，就算他们这些人会嗑药，也不过是一群会嗑药的弱鸡而已。路飞浑身斗争昂扬，准备继续狠揍霍迪的时候，一个巨大的影子从深海慢慢靠近，影子几乎遮蔽了整个鱼人岛的阳光，所有人都笼罩在阴影之下。众人抬头一看，全部惊呆，那是巨型沉船诺亚。沉船诺亚上应该没有动力的，也不可能有人驱动它，到底它是怎么来到鱼人岛的？如果它压迫了鱼人岛的泡泡撞在岛上，整个鱼人岛就会被撞得粉碎。有人大吼一声，快去避难！现场不管是围观的岛民，还是和草帽团斗智斗勇的鱼人海贼，都顾不得战场上的斗争了，拼了命的向岛外的海洋奔去。在这个鱼人岛的世界末日面前，所有的胜负都显得微不足道。这时候，大家看到一个黑影从诺亚上掉了下来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重重的砸到了地面上。众人仔细一看，居然是范德手下的秃头海怪。秃头海怪爬起身，呼唤范德将船停下来。大家一听就明白了，原来是范德戴肯那个疯子。霍迪爬起身来，气得大骂，但是再怎么骂娘也无济于事。现在明显，范德戴肯掌控了全场。霍迪恼羞成怒，拿上自己的3叉戟攀上了诺亚，准备找范德好好算一笔账。疯子范德拿着扩音器对白星喊话，这个巨型沉船就是他对白星爱的体现。把果实投出的物品，除非遇到猛烈撞击，否则在击中目标前是绝对不会停下来的。所以范德对白星的爱就是希望他与鱼人岛一起被撞碎，这就是他表达爱情的方式。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秃头海怪在下面呼唤，范德哈哈大笑，你就给白星陪葬吧。白星也不是傻子，当他看到范德戴肯的时候，就明白了这艘诺亚就是冲着他来的。为了保护鱼人岛，白星在身上装上泡泡后飞向空中，吸引诺亚偏离了方向。范德笑得越加变态，瞄准白星投出一把匕首，匕首击中了白星的胳膊，白星忍着疼痛向鱼人岛外面飘去。诺亚也跟着白星一点点离开了鱼人岛。路飞一看，白星毕竟是自己罩着的，范德戴肯这么欺负自己的小弟，也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于是拿上泡泡珊瑚和山治交代了一句，自己飞向诺亚，决定亲自手刃范德戴肯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